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身体其实会通过各种小信号来提醒健康状况。当这些信号一个个出现时，你能读懂它们的含义吗？在古代，中医称糖尿病为消渴，意为身体无止境地消瘦和口渴。西方医学史上也曾有医生通过发现患者尿液有甜味，甚至引来蚂蚁而识别糖尿病的故事。现代医学告诉我们，这些奇特现象背后都有科学原因，尤其是2型糖尿病这种常见的慢性疾病，在早期会出现一系列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的症状。很多人听过糖尿病的典型表现被总结为3多1少，也就是吃得多、喝得多、尿得多，却体重减少。这形象地描述了高血糖状态下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。不过，除了这经典的3多1少之外，2型糖尿病还有许多其他蛛丝马迹般的症状，有些甚至容易被当成生活小事或别的疾病而忽视。如果不加重视，这些症状背后的高血糖环境会逐渐损伤全身器官，带来严重健康风险。接下来，我们就用一个故事轻松串联起这13个2型糖尿病的症状，让我们看看45岁的老王是如何一步步发现自己身体中隐藏的小谜团，最终揭开糖尿病真相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将深入浅出地聊聊每个症状的成因、生理机制、常见误解，以及如何与其他疾病区分。希望大家在愉快观赏故事的同时，也能提升对自身身体信号的敏锐度。1. 口渴多饮，身体为何总觉得像沙漠？故事要从一个炎热的夏天开始。45岁的老王最近发现，无论喝多少水，他还是觉得渴得不行。上班路上，他特意买了超大杯的冰茶，没过多久杯子就见底。到了办公室，又不停地给自己的水杯续满，但奇怪的是，嘴巴依然干干的，仿佛身体变成了一片干涸的沙漠。老王心想，可能天气太热了，或者昨天吃咸了吧。毕竟人在夏天口渴多喝水似乎很正常，他并没有太在意。实际上，老王的身体在通过反渴向他报警。血液里的糖分过高时，为了稀释浓浓的糖浆血，身体会拼命地触发口渴中枢，让人想不停补水，就像稀释汤汁一样。高血糖让血液变粘稠，细胞纷纷喊渴，大脑便催促你不断喝水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温度适宜的环境下也频频口干舌燥，一杯接一杯地灌水仍不解渴，这就不太正常了。不少人会把这种持续口渴误以为是天气干燥或运动出汗多所致。区分的方法是看是否持续存在且伴随其他症状。正常情况下，多喝水后口渴感会缓解。然而，高血糖引起的口渴往往难以真正解渴，而且常常同时伴有尿多、乏力等表现。如果每天总是异常地感到口干，甚至夜里渴醒多次，那么就该提高警惕，最好检查一下血糖，否则长此以往，身体严重缺水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，甚至引发危急的高渗性昏迷等情况。2. 尿频尿多，总感觉自己变成了水龙头。大量喝水的后果之一就是跑厕所变得频繁。这天夜里，老王睡到半夜就被憋醒，不得不起床上厕所，而且一晚上竟然折腾了好几趟，让他又困又烦。难道年纪大肾不好了？他嘀咕着，想着自己才40多岁，前列腺不至于这么快出问题吧。回想白天确实喝了很多水，他安慰自己说，可能只是水喝多了。可这样的夜间多次起夜让老王开始隐隐觉得不对劲。其实，老王频繁起夜并非水喝太多那么简单，而是高血糖在作怪。血糖过高时，肾脏这个过滤器忙不过来了。正常情况下，葡萄糖经过肾脏会被全部回收，不会出现在尿液里。但当血液里的糖分高到超出肾脏的回收能力时，多余的糖就会漏进尿液中。为了把这些糖分冲出去，肾脏只好带走更多水分排出体外，这就导致尿量大增，排尿次数也跟着频繁。老王的膀胱每隔一阵子就被灌满，不跑厕所都不行。而且这些尿液里含糖，就像稀释的糖水。有人形象地说，糖尿病人的尿液可以甜到招蚂蚁，这听起来夸张，却并非空穴来风。历史上糖尿病这个名字本身就源于尿液带甜味的发现。古希腊医生曾通过品尝患者尿液的味道，察觉其中的甜味，从而将这种病命名为泌尿病。现实中，
如果尿液糖分极高，确实可能在如厕后引来蚂蚁光顾。当然，大多数人不会真等到尿变甜得发腻才发现问题。更常见的信号是，像老王这样，总感觉尿特别多，总想上厕所。如果你白天喝水不算过量，却尿频不断，或者夜里几乎每小时都得爬一次厕所，这种尿频尿多的现象就值得怀疑是不是血糖出了问题了。很多中年男性本能地把夜尿频繁归咎于前列腺增生，女性则可能以为是喝水太晚或膀胱炎所致。但糖尿病的尿频有其特点，排出的往往是大量清亮的尿，而且通常伴随口渴、多饮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是泌尿系感染，尿频尿急时每次尿量不多，且可能有刺痛烧灼感。前列腺问题则多见于更年长者，并常伴随尿流变弱等表现。因此，当出现尿多又渴得厉害的情况时，应考虑检测血糖。长期处于尿糖高、尿量大的状态，对身体的伤害也不容小觑。肾脏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会逐渐受损。糖尿病患者常见一种并发症是肾病，早期可能没症状，但如果感觉尿液泡沫异常地多且持久，这可能是蛋白漏出造成的打泡，提示肾功能出了问题。若不及时控制血糖，肾脏滤过屏障被破坏，就可能发展成慢性肾衰竭。所以，别小看频繁跑厕所这个症状，它既是身体报警，也是防止更大损害的机会。3. 食欲大增，刚吃完又饿，胃变成无底洞。过了没多久，老王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胃口也变大了。中午明明吃了一大碗牛肉面，下午3点钟不到，肚子又开始咕咕叫，他只好再买包点心垫垫肚子。最近类似的情况频频发生，早餐后不到2小时就恶意上涌，晚饭没过多久又想着找零食，连同事都笑称老王像个长身体的年轻人，一天到晚嘴巴不停。老王的食欲为何如此旺盛？这还得从体内的能源调度说起。糖是身体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，但如果糖分不能顺利进入细胞，身体其实处于假性饥饿状态。2型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作用受损，大量葡萄糖滞留在血液中不能被有效利用，细胞反而缺乏能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有饭吃却吃不饱，血里飘着糖，细胞却挨饿，身体误以为真的缺粮，于是不断发出饥饿信号，让人想摄入更多食物。老王总是感觉没吃饱，正是因为他的细胞在喊饿。有趣的是，某些2型糖尿病早期患者甚至会在餐前出现强烈的饥饿感，伴随心慌手抖、出冷汗等低血糖反应。这其实是胰岛素分泌节律紊乱导致的假性低血糖。餐后血糖飙高，胰岛素延迟释放却一下子过量，把血糖拉得过低，反而引起餐前血糖不足的症状。患者往往误以为自己胃病或是低血糖体质，殊不知这可能也是糖尿病的征兆之一。当然，更常见的情况还是持续的食欲亢进，但却不易吃饱。很多人会把自己饭量渐长归因于运动增加或劳累过度，但如果无缘无故总感觉饿，而且与体力活动无关，就要留意是不是血糖问题了。暴饮暴食不仅不能真正缓解细胞的饥饿，反而会让血糖雪上加霜。更糟糕的是，一些人在高血糖初期食欲大开，大量进食高糖高脂的食物，短期内体重反而增加，加重胰岛素抵抗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，当胃口莫名变好时，可别只顾着开心，多留意自身体重和其他症状的变化。4. 体重下降，为什么越吃越瘦？因为食欲大开，老王本以为自己体重会上涨，没想到一段时间后，体重计上的数字反而下降了。这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老王起初还有点暗自窃喜，但随着裤腰越来越松，他开始感觉不安，吃的明明不少，人却明显瘦了下来。这种莫名消瘦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2型糖尿病患者体重下降的原因，说白了，就是身体在燃烧自身来获取能量。由于血糖无法充分进入细胞，身体只好拆东墙补西墙，动用脂肪甚至肌肉蛋白作为替代燃料。老王吃进去的养分没被充分利用，就像油箱漏了的汽车，一边加油一边漏油。另一方面，高血糖导致的多尿会带走大量水分和热量，每天尿糖排出等于流失掉许多卡路里。结果就是，即便摄入不少食物，
身体仍出现净能量亏空，人自然日渐消瘦，无精打采。出现这种在大吃大喝情况下的意外消瘦，往往容易被误解。一些人会误以为是新陈代谢突然变好，或怀疑是甲状腺亢进，还有人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上了什么隐匿的严重疾病，比如癌症。因此，当发现食量正常甚至增加，却持续体重下降时，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血糖。它很可能不是减肥奇迹，而是糖尿病在幕后捣鬼。老王的体重变化正是身体向他发出的求救信号之一。如果任由体重持续下滑，高血糖状态将进一步损害身体，脂肪和肌肉大量分解会导致极度乏力，抵抗力下降。更危险的是，严重失控的糖尿病可能引发酮症酸中毒。这种情况可出现口中有烂苹果般的气味、恶心、意识模糊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因此，别忽视迅速消瘦这个症状，它常意味着糖尿病已经在身体里肆虐，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控制病情。5. 疲劳乏力，身体仿佛永远电量不足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老王经常感到浑身没劲儿。上午10点刚过，他在办公桌前就开始哈欠连天，眼皮直打架。午饭后更是昏昏欲睡，差点趴在电脑前睡着。同事打趣他说：“昨晚偷跑去打麻将了吧？这么困。”可老王心里清楚，他最近作息正常，也没熬夜，那为什么总感觉睡不够，提不起精神呢？他安慰自己，可能是年纪上来了，新陈代谢下降。中年人嘛，精力不如从前，持续的疲劳乏力是糖尿病在向身体偷走能量。正如前面所说，细胞无法得到充足的葡萄糖供能，就好比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，电池怎么都充不满。老王吃进去的营养没转化成有效能量，身体各组织就像在低电量模式下运转，自然容易感到累。再加上他夜间频繁起床上厕所，睡眠质量下降，以及体重下降导致肌肉流失，这一切都雪上加霜，递加重了疲惫感。许多人出现慢性疲劳时，第一反应是工作太累或睡眠不足，也有人归咎于年龄增长，但无论怎么休息还是觉得累，这种反常的疲惫就需要警惕。糖尿病导致的疲劳通常与其他症状同时出现，比如异常口渴、尿频或伤口不易愈合等共同存在。如果一个人平日休息尚可，却经常感到极度乏力，最好检查一下血糖和健康状况。不要小看疲劳这个看似普通的信号，它反映了身体器官正被高血糖拖累，处于亚健康状态。如果不及时发现并管理血糖，长期的能量供应不足会损害肌肉和神经，甚至可能影响心脏功能，增加意外事故的风险。老王的困倦正是在提醒他，身体电量不足，需要检修充电，而不是一味用咖啡因硬撑。6. 视力模糊，老花眼还是高血糖在捣乱。某天晚上，老王在看手机新闻时，突然觉得字有些对不准焦距，必须把手机拿远才能看清。他皱了皱眉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年纪到了要老花眼了？”第二天开车时，他又觉得路边的牌子有点模糊，以为是昨晚没休息好，眼睛疲劳。他甚至考虑要不要去配一副眼镜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种视力模糊有时明显，有时又缓解，让他摸不着头脑。视力忽然变差，对中年人来说很容易归因于老花眼或近视加深，但糖尿病也可能是幕后的隐形眼镜。当血糖过高时，血液渗透压改变，会导致眼球晶状体中的水分出入失衡，使晶状体暂时性的膨胀或收缩，进而改变了眼睛的屈光度。简单来说，高血糖会让老王的眼球镜头跑焦，东西看起来就模糊不清。而当血糖降下来后，晶状体中的水分恢复平衡，视力可能又暂时回升一点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王的视线时好时坏。除了晶状体的可逆变化，长期高血糖还会对眼睛造成更深层的伤害。糖尿病会损害视网膜后方的微血管，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。早期可能没有明显感觉，随着病变进展，眼底出血、黄斑、水肿等问题会让视力逐渐下降，甚至出现视野、黑影或盲点。如果任其发展，严重的视网膜病变可能导致失明。因此，反复出现的视物模糊绝不能简单归咎于年纪或用眼过度。
特别是合并其他糖尿病症状时，一定要及时验血检查。一副眼镜解决不了高血糖的问题，只有控制血糖才能保护视力。早期发现糖尿病并积极干预，许多视力改变是可以逆转或延缓的。7. 伤口愈合慢，小伤口为何久久不见好？某天做晚饭时，老王不小心被菜刀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小口子，他简单清洗后贴了创可贴，心想过2天就会好了。然而1周过去了，这伤口仍然红红肿肿，有点化脓的迹象，完全不像往常那样很快结痂愈合。老王纳闷儿，是不是最近上火，伤口感染了？他开始每天涂药水，但伤口还是拖拖拉拉，一碰就疼，皮肤上的小伤口迟迟好不了，很可能是糖尿病在干扰身体的修复能力。高血糖环境下，细菌更容易繁殖，伤口更容易感染，而身体的防御机制却变弱了。一方面，糖尿病会使血液循环变差，伤口局部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，营养和氧气送达不足，修复细胞饿肚子，自然干活慢。另一方面，高血糖还会削弱免疫细胞的功能，就像士兵喝醉酒，抓不住入侵的细菌，结果小小伤口也可能拖很久才愈合，甚至恶化。许多人并不会把伤口难愈合第一时间联想到糖尿病，往往以为是伤口本身处理不当或自己缺乏维生素，免疫力差。但反常的愈合缓慢值得引起重视，尤其是当伤口不大却总不好，一再感染时，更要考虑测一下血糖。糖尿病患者常见一些皮肤问题，如伤口容易溃烂、腿部出现慢性溃疡等，都是因为高血糖破坏了正常的愈合机制。对于老王来说，他手指上这点小伤，最终虽然在加强消毒处理后慢慢好了，但这已经是身体向他发出的又一个警讯。如果糖尿病持续未被察觉和控制，更严重的情况可能发生，比如足部的小伤口可能发展成难治的糖尿病足溃疡，甚至需要截肢保命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忽视早期症状后付出的惨痛代价。好在此时，老王开始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他决定进一步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8. 频繁感染，疾病缠身，小病痛接连不断。除了伤口难愈合，老王最近还陷入了各种小感染的烦恼。前阵子他反复觉得牙龈肿痛，刷牙时容易出血，牙医说是牙周感染，需要加强口腔清洁。没过多久，他又长了个疼痛的疖子在后背，用了抗生素才消下去。更让他郁闷的是，脚趾间的脚气似乎比以前更严重了，涂药也不好使，总反反复复发作。短短几个月内，大大小小的感染问题一个接一个，让老王苦不堪言。频繁发生的感染其实与糖尿病密切相关。高血糖环境就像天然的细菌培养基，病原微生物更容易生长。同时，糖尿病使免疫系统战斗力下降，白细胞的杀菌效率打折扣，于是身体各处的感染机会就大大增加。口腔容易发生牙周炎或真菌感染，皮肤容易长疖子、毛囊炎，小伤口也容易化脓感染。女性常出现反复的念珠菌性阴道炎，男性可能出现生殖部位的真菌感染或尿路感染。这些感染往往反复发作，千言难愈。因为根源的高血糖没有得到控制，一般人可能认为自己卫生没做好，抵抗力变差才总招惹感染，却没意识到幕后黑手可能是血糖。判断这类频繁感染是否由糖尿病引起，可以留意有没有同时存在其他症状，例如典型的口渴、多尿或最近体重变化。如果多个警讯一同出现，就应及时就医筛查。早期诊断出糖尿病并控制血糖水平后，患者的感染发生率通常会明显下降。老王显然已经被这些接连不断的小病折腾得心力交瘁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。毕竟正常情况下，一个壮年男子不应该无缘无故这么多病痛。这份警觉促使他下决心要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，找出原因。9. 四肢麻木刺痛，神经短路带来的小针扎感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在医院的检查证实了老王的猜想，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结果都远超正常范围。医生郑重地告诉老王，他患上了2型糖尿病。听到这个诊断，老王有些惊讶，
又有些如释重负。医生在询问病史时，特别问道：“您有没有手脚麻木、刺痛的感觉？”老王这才想起，确实有时候脚趾头会发麻，偶尔腿上皮肤被蚊子咬了都没感觉疼痒。他之前以为是久坐压迫神经或年纪大、末梢循环差，对此并未上心。其实，四肢的麻木、针刺感正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。周围神经病变，高血糖状态会逐渐损伤神经纤维，尤其是离心脏最远的手和脚部位的细小神经。这有点像电线上附着了糖霜，久而久之导电不良，神经传导变弱，就会出现感觉异常。有时是刺痛、灼烧感，好像无缘无故被无数细针扎；有时是麻木，感觉迟钝、热凉、痛痒都不太灵敏。老王之前觉得脚麻没啥大碍，但那恰恰是他的神经在高血糖下逐渐短路的信号。很多中老年人对手脚发麻并不陌生，常以为是坐姿不良压到了神经，或是颈椎、腰椎问题，这当然也是可能原因。不过糖尿病导致的神经病变有其典型特征，通常从双脚趾尖开始，呈对称性的向上发展，双手也可能受累，类似手套和袜子套住的区域感觉异常，而颈椎、腰椎压迫往往只影响一侧肢体，且伴有颈腰疼痛等。若双脚持续麻木刺痛，同时又有口渴、多尿等高血糖症状，那糖尿病性神经病变就是很可能的原因了。神经病变本身不会要人命，却可能带来严重后果。感觉迟钝的双脚容易因为烫伤、擦伤而不自知，导致小伤口恶化，糖尿病足的悲剧常常由此开始。另外，神经受损还会引起足部肌肉萎缩、足弓变形，进一步增加溃疡风险。因此，一旦确诊糖尿病，务必要重视神经系统的保护和定期检查。控制血糖水平是防治神经损伤的关键，早期干预还能部分逆转症状。老王暗下决心，以后不仅要管住血糖，也要每天留心足部护理，避免小伤酿成大祸。皮肤瘙痒和干燥，身体缺水还是血糖作祟？在沟通病情时，医生问老王，最近皮肤是不是经常很干、发痒？老王点点头，想起自己小腿皮肤总是又干又痒，晚上看电视时不自觉就去抓挠，抓完一堆白色皮屑。他原以为是秋冬天气干燥或年纪大皮肤变差，没想到这也和糖尿病有关。医生解释道，高血糖会让身体处于一种缺水的状态，加上微循环不良，皮肤容易变得干燥脱屑，进而引发瘙痒。除了单纯因干燥引起的痒，高血糖还会导致一些皮肤问题，加剧瘙痒程度。例如，糖尿病人皮肤抵抗力降低，容易合并真菌感染，最典型的就是股癣、足癣等皮肤癣，以及女性容易出现的外阴念珠菌感染。这些感染常会引起强烈的局部瘙痒。老王虽然没有遇到过严重的真菌感染，但他的小腿起痒，实际上也是身体在向他要水喝，在抗议血糖高的一种表现。皮肤瘙痒往往被误当作普通的皮肤干燥或过敏，很多人会先换润肤露，吃抗过敏药，但如果皮肤反复瘙痒难耐，特别是合并其他糖尿病迹象，就应考虑测血糖。糖尿病相关的皮肤症状还有很多，比如皮肤变得粗糙暗沉、出现皮疹等，都是血糖失控对皮肤的影响。幸运的是，这些问题随着血糖控制改善，通常会有所减轻。老王打算从今以后多喝水，注意保湿皮肤，并严格控制血糖，让恼人的皮肤瘙痒不再纠缠他。11. 皮肤色沉和增厚，脖子后的一圈黑项圈。检查过程中，医生掀开老王的后衣领，指着他后颈和腋下的一些肤色变化说道，这里的皮肤颜色变深发黑，而且有点增厚，这是黑棘皮症，是糖尿病常见的皮肤表现。老王讶异地摸了摸脖子，原来这个看似没洗干净的黑项圈竟是病症。他回想起妻子曾取笑他，脖子总是脏乎乎洗不白，其实那并非污垢，而是糖尿病在皮肤上的印记。黑棘皮症是指皮肤皱褶处出现暗沉、增厚、呈天鹅绒样的斑块，常见于颈后、腋窝、腹股沟等部位，这是胰岛素抵抗在皮肤上的一个信号。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常常居高不下，为了克服抵抗，
胰脏分泌大量胰岛素，而胰岛素除了降糖，也是生长因子，会刺激皮肤细胞增生，色素沉着，于是这些部位就逐渐变黑变厚。简单来说，老王脖子后的皮肤变黑，就是因为体内胰岛素过多，在染黑他的皮肤。许多人对自己身上的这种黑色印记不以为意，或误以为是脏污或汗渍造成。但洗不掉的皮肤发黑应当引起重视，特别是在年轻人或中年人身上出现时，这往往提示体内存在代谢问题。黑棘皮症本身不会痛痒，对健康也无直接危害，但它是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警示灯。对老王而言，这个黑项圈早在糖尿病确诊前几年可能就悄悄出现了，可惜当时他没有了解其中含义。好消息是，通过减重和控制血糖，黑棘皮症是有机会改善的。医生鼓励老王说，只要严格控制饮食，加强运动，把体重降下来，这些皮肤的异常也有望逐渐淡化。老王暗自下定决心，要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让自己摆脱这个黑项圈，也摆脱糖尿病挥之不去的阴影。12. 出汗异常，汗如雨下，或少汗无汗都是糖的错。谈话中，老王提出了一个困惑，医生，我最近出汗好像也不太正常，稍微活动一下就汗流不少，可有时候手脚皮肤又干得不太出汗。医生点点头解释，这是糖尿病对自主神经造成影响的结果。自主神经负责管理人体的空调系统，包括出汗散热功能。高血糖损伤了自主神经后，身体的控温功能会变得紊乱。一些糖尿病患者会出现出汗过多的情况，比如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，或者晚上睡觉盗汗。这可能是因为血糖波动影响到交感神经，使身体错误地释放出大量汗液。另一方面，也有患者经历出汗减少，甚至局部无汗，尤其是在腿部和脚部。由于神经受损，这些部位的汗腺不再正常工作，皮肤变得异常干燥，同时上半身可能出汗增多，以补偿下半身的不足，导致汗分布不均。大多数人不会把出汗多少和糖尿病联系起来，往往以为出汗多是体质虚或更年期，出汗少则是天生皮肤干。但当一个人出汗模式反常时，值得检查一下是否有糖尿病或其并发症在作祟。自主神经病变虽然不直接致命，却可能影响生活质量，让人时而汗湿衣衫，时而干燥难耐。而且它提示糖尿病对身体的影响已经波及神经系统，需要加强血糖管理。听了医生的讲解，老王回想起自己前阵子爬楼梯时汗如雨下，还以为是自己体能太差。现在他明白了，这也是糖尿病给他的信号之一。所幸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和药物治疗，大多数患者的出汗异常可以有所缓解。老王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他决心积极控制病情，让身体各项功能逐步恢复正常。13. 情绪波动和注意力下降，脾气变差，大脑总是短路。糖尿病的诊断尘埃落定后，老王开始服药控制血糖，并调整生活作息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，工作时注意力集中了，整个人也平和开朗了不少。妻子笑称，以前你总爱烦躁发脾气，现在顺眼多了。回想确诊前那段日子，老王确实经常无缘无故心情烦闷，一点小事就暴躁易怒，干活也老走神。当时他以为只是工作压力大，休息不好，原来连情绪和脑子不在状态都和高血糖有关系。血糖水平的异常会影响到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。高血糖让大脑细胞处于不稳定的环境，会引发注意力不集中、判断力下降，甚至记忆力减退。另一方面，血糖忽高忽低的波动也会导致情绪的过山车。比如血糖过高时，人容易感到倦怠、情绪低落，而血糖突然下降又可能出现焦虑、出汗、心慌等应激反应，使人脾气暴躁。老王之前莫名其妙就心烦意乱，其实是身体在跟血糖过山车抗争，心理状态也受到拖累。很多人不会把情绪问题和糖尿病联系起来，我们习惯把脾气差归因于更年期、压力大，把健忘走神归咎于年纪增长。但如果一个人一段时间以来性情大变或注意力持续不济，并且伴有典型糖尿病症状，就该考虑检查血糖了。控制血糖后，
不少患者的精神状态会明显改善，专注力增强，情绪也趋于稳定。这不仅是身体在变好，心理上也获得了正反馈。老王深有体会地说，感觉脑子里那团浆糊没了，整个人清爽了。他重新找回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，不再被无端的情绪起伏左右。通过老王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2型糖尿病并非突然袭击，它早在身体中留下了诸多线索。这13种症状就像13个谜一样，等待我们去解开。口渴、尿多、饥饿、消瘦、乏力、视物模糊、伤口难愈、感染频繁、四肢麻木、皮肤瘙痒、黑棘皮症、出汗异常、情绪改变，每一个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当这些信号同时或相继出现时，绝非巧合，很可能是糖尿病在敲门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忽视或误读这些症状，将口渴当成天气炎热，把疲劳归因于工作劳累，把视物模糊看作老花眼。这些看似合理的解释，可能让我们错过及时干预的机会。正如老王所幸最终警觉，及时就医确诊并开始治疗，才避免了病情继续恶化。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出现类似的征兆，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忍一忍就会好。最明智的做法是尽快进行健康检查，尤其是测量血糖水平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一旦确诊并在医生指导下采取措施，2型糖尿病是可以良好控制的。通过饮食调理、规律运动、合理药物治疗，血糖稳定下来后，大部分症状都会减轻甚至消失。老王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现在坚持健康生活方式，各项指标明显改善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这段经历也让他学会了时刻倾听身体的声音，不再对小症状视而不见。人类的身体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，出现故障前往往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敏锐捕捉这些信号，查明原因并及时修理机器。希望老王的故事能给大家提个醒，关爱健康，从留意日常的点滴变化开始，别让13个小症状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大问题。每个人都应成为自己健康的侦探，尽早发现问题，掌控自己的身体命运。